乌克兰军队缴获一辆完整的 T90M 坦克，其原因仅仅是履带断了。俄军的后勤保障为何如此拉垮？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乌克兰军队高调展示了一辆在哈尔科夫反攻过程中缴获的 T90M 坦克。据说，这辆坦克来自于莫斯科的御林军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的精锐部队塔曼摩步师。T90M 被称为当今全球最强大的主战坦克之一。该型坦克大量使用了阿玛塔主战坦克的技术，能够适应任何条件下的作战环境。从展示的照片来看，这辆坦克并没有受到火炮和反坦克导弹的攻击，只不过是履带断了，几乎保存完整。那么，俄罗斯军队遗弃 T90M 这么贵重的宝贝儿，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坦克发生故障后并没有进行抢修，要么就是它的后勤保障部门或者支援小组能力很弱，没有到位，或者是坦克乘员组的技术水平不高，没有能力把履带接起来。而这样的现象在俄军中非常普遍。按照西方独立媒体的统计结果，俄乌战场上俄罗斯损失的955辆坦克中，有332辆是被车主乘员所遗弃的，远远超过其总损失数的1/3。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营级战斗群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薄弱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军改之后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它的编制是什么样的情况。俄军的营级战斗群被称为 BTG， 它包括一个有10辆坦克的坦克连，以及4个炮兵连。此外呢，还组建了一个指挥部连、一个侦察特种作战排、一个通信排、一个防空排、一个电子对抗排、一个后勤排，总数大约800人左右。可以说，它的火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工程、化学、爆破、修理等保障分队。一旦进入高强度的战斗行军，坦克坏了只能扔掉，根本就来不及修理，或者是没有能力修理。另外，营级战斗群的作战保障和后勤补给能力还体现在严重缺乏军用卡车和相应的维修车辆。有人会说，俄罗斯军队对坦克的理解就是消耗品，但是这根本说不通，因为现代的坦克可不是特34，动辄上千万、几千万美元。如果由于出现了常见的故障而将其抛弃，这种消耗可不是俄罗斯现在的军工体系能够玩得起的。相比而言，解放军的合成旅有作战支援营，在合成营里有作战支援连。与俄军相比，我军对后勤保障的重视程度，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此外，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我们还能看到，现在俄罗斯军队在前线所使用的先进坦克的数量比例是非常少的。据一位自称是克里姆林宫的官员称，俄罗斯的一名坦克团团长在战场上举枪自尽，就是因为手下已经没有可以动弹的坦克了。90%的后备坦克因为零件被盗而无法维修和使用。俄罗斯武装部队本身也有抱怨，无论是迫击炮、牵引式、自行式榴弹炮的炮管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俄罗斯生产的火炮炮管磨损得非常快，远低于工厂所给出的参数指标。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使用了更廉价的钢材，或者是回避了复杂的工艺。前线的俄罗斯炮兵抱怨说，他们手里只有1/3的火炮能够开火，并且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俄军前线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声称，从中央存储基地里拿到的装备状态非常差，很多时候用3-4辆库存坦克才能拼出一辆堪用的车。当然，这超出了我们今天话题所说的范围。总体来看，
俄罗斯坦克部队面临的困境有部队编制层面的，也有国家战略储备管理层面的，还有的呢是由军工企业生产质量等问题造成的，又是缺坦克，又是缺炮管，这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一个曾经能够凭借装甲洪流平推欧洲的强国印象。俄罗斯的坦克部队能否在战争间隙提升其维修保障水平，能否在乌克兰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这值得我们后续观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对俄军来讲已经刻不容缓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